在许多视线，看得见，在我们心里蔓延。不管天与地的曲线，没有翅膀，我都会飞到你的身边。我相信，把你的名字念上1000遍，就会念成。轮回以前，念着诺言，度过雨打风吹的考验。我相信，把你的容颜看上1000遍，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，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你是不是氰化毒又发作了？果儿，你快歇息一会儿，别胡思乱想。果儿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好好休息。龙姑娘，郭夫人，龙姑娘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龙姑娘，福儿生性鲁莽，以致得罪了过儿和龙姑娘，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没关系，龙姑娘。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想向你请教。请说。你辛辛苦苦夺了绝情丹，过儿不服用，反而扔进了万丈深渊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？过儿他脾气古怪，他不肯服用，总有他的原因。过儿是个至情至性之人，也许他看见公孙姑娘为此丹药而舍了性命，心中悲戚。虽情愿不服此药，以报答公孙姑娘吧。过儿这个念头固然令人起劲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他岂不是辜负了公孙姑娘舍身取丹的一番心意与苦心吗？绿儿姑娘的恩情，我跟过儿是无从报答了。他最听你的话了，也只有你才能令他服解药。就算他肯听我的话，这世上又哪还有绝情丹？绝情丹虽然没有了，但是他体内的情化之毒却未必不能解。最难的是怕他不肯服药。到底是什么解药可以解过儿体内之毒？这些就是断肠草。天竺神僧临死之际，手中握住这株小草。朱大哥曾说过，天竺神僧出去找寻解药，突然中针而毙。可是他人虽死，脸上还带着笑容，自然是因为找到此草而喜了。你是说，这草可以解情花之毒？天竺神僧曾说过，寻找情花的解药必定在情花之下，而这些断肠草正好是在情花树下找到的。可是一灯大师说，这断肠草有剧毒。这断肠草的确是含有剧毒，不过我反复思量，此草以毒攻毒，正是情花的克星。这么说，过儿有救了。服着断肠草，确实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不过反正已经无药可救了，咱们这是死里求生。我细细思量，此草10之8九可解情花之毒。除此之外，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万一此草
也治不好过儿的情花之毒。那过儿他也是命该如此。过儿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多谢郭夫人，我一定会好好劝过儿服食这草药。郭夫人，过儿他一生孤苦，行事任性，还请郭夫人好好照看他。龙姑娘，有你照看着他，胜我百倍。待襄阳之危解后，咱们一同到桃花岛上住些日子，好好聚聚。龙儿，龙儿，过儿，过儿，龙儿，郭伯母与你说了些什么？都说些无关紧要的事，你快躺下。龙儿，旁人的事，咱们别去理会了。过几天，咱们就跟大花分手，离开这儿。咱们去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好好过完咱们最后的日子。耶律妹妹，我们就快随师母回襄阳城去了。你打算上哪？我自然和我二哥一道走。耶律妹妹，你不如和我们一起去襄阳吧？如此一来，咱们岂不是得分开了吗？二哥说要和大家一块儿到襄阳城去。啊？真的？嗯。那太好了，那咱们就不用分开了。杨大哥，杨大嫂，婉言妹妹，别跑，等等我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你一定累了，咱们坐下吧。你说，人死之后，真的会到阴间去吗？阴间
真的有阎罗王？希望是真的有，否则的话，渺渺茫茫的，咱们死了之后，就永远都不能再相聚了。虽说黄泉路上有个孟婆，她让你喝了一碗汤，你就会把你阳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忘掉。这一碗汤，我绝对不会喝。过，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的真情。其实，能够不死，还是不死的好。往日，你常说你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过儿，我相信你这一次也能逢凶化吉的。龙儿，咱们夫妻俩一条命，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也要一起死。过儿，你看，那儿有一朵花，开得多漂亮！我给这花取个名字，就叫它龙女花，为龙儿你而盛开。谢谢过儿，为我采了一朵好花。过儿，你还记得当年你拜我为师的情景吗？我还记得，你当时发过誓，说你这一生永远都会听我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牢牢记住。我会牢牢的记住，我一定会的。绝情丹虽然没有了，过儿体内的情花之毒却未必不能解。最难的是怕他不肯服药。这断肠草的确是含有剧毒，此草以毒攻毒，正是情花的克星。过儿会吉人天相的。服食断肠草，确实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咱们这是死里求生。我细细思量，此草10之8九必定可解情花之毒。
年好，再次重会，夫妻情深，不失禁语。小龙女叔祝夫君杨过，珍重万千，不求相聚。在这儿吗？顾伯母，龙儿呢？龙儿在这儿吗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，我刚才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着。昨天晚上你跟他说了什么？我只是要他劝你服食断肠草，可以解你体内之毒啊。杨大哥，龙儿，要是你活不成的话，我也不愿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。你不用心急啊，龙姑娘一时不知去了哪里，她武功那么高强，不可能有不测，怎么会活不成呢？都怪你的宝贝女儿，用冰魄银针打中了她。当时她正逆转经脉疗伤，巨毒全都吸入内脏丹田了，她怎么活得成呢？原来说到底都是你惹的祸，你为什么要下如此毒手？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无双，向来不是追究的时候找杨大嫂要紧呐。龙儿，龙儿，杨大哥，我们分头去找，或许龙姑娘并未走远。好的，大家分头找。啊，两位姑娘，你们留在这里，说不定龙姑娘还会回来。龙儿，杨大嫂，杨大嫂，龙儿，杨大嫂，杨大嫂，杨大嫂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。再找。龙姑娘，龙姑娘，
霍伯母，你知道龙儿性命难保，就劝她自尽，来救我一命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对我一片好意，就不顾及龙儿的性命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龙儿，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杨大哥，他是气色凶异、禁晕的，不碍事，快把他扶起来。啊！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醒，杨大哥，你醒，杨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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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儿，我叫龙姑娘劝你保住性命，我并没有叫她自尽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不如我们打根长索，我到崖洞里去看看，说不定杨大嫂不慎失足掉下山崖。就这么办吧，我们立刻打绳索。好，走走。我下去看。哎，不，杨大哥，让我去吧。杨社主，我看你伤毒未解，不宜亲自下去。杨大哥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让我去吧。谢谢你。社主，生死有命，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？杨兄弟，不论程姑娘寻不寻得到，你都要保重。来，好。我已经仔细找过了，洞里除了公孙止和裘千尺的遗骸之外，别无他物了。我们到处都找遍了，莫非龙姑娘已经离开此地了？这里附近还有个地方没找过，那就是险峻的断肠崖。你在哪？难道说
龙儿，龙儿，杨大哥，过儿，这是我交给龙姑娘，要她劝你服食的断肠草。杨大哥，你看，这崖壁上刻有字。 16年后再次重会，夫妻情深，勿失心愿。小龙女，恕祝夫君阳光。 不久相聚，龙儿，你在哪儿？龙儿，你在哪儿？龙儿，龙儿。 为何丢下我？你在哪儿？过儿，大喜！喜讯？不错，你还说是喜讯？龙姑娘遇到了南海神尼，当真是旷世奇缘。南海神尼，他是谁？南海神尼是佛门中的大圣。 佛法与武功的修为皆深不可测，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呢？因为他一向少来中土，随武林人士极少知道他老人家的大名。我爹爹曾经见过他一面，但是那是32年前的事了。娘，那神尼岂非很大年纪了？这位神尼已经100岁高龄了。听我爹爹说，这位神尼每隔16年就会来中土一行。 恶人见到他是前世不修，好人遇到他，他必定大发慈悲。像龙姑娘这样好的人，他一定会喜欢他，收他为徒，带他到南海去了。那么，16年呢？为什么要16年呢？伊德大师，此话当真？这位神尼佛法虽深，但是脾气却有点古怪。 过儿和龙儿是少年夫妻，却要分开16年之久，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国伯母，龙儿毒入脏腑，她中毒极深，性命难保。倘若真的是蒙神尼垂青，那么这16年之中，一定是神尼以大神通驱逐龙儿体内的剧毒。过儿。 你这番猜测似乎更近其理。龙姑娘已经毒入脏腑，相信神尼就是有仙丹妙药，也不能短时间把毒全部除尽。希望龙姑娘能早日康复，那不用16年，你们夫妻就可以相聚了。高伯母，你怎么知道是神尼把她带到南海去的？龙儿为什么不在崖壁上写下真情，免得让我牵挂？ 我是从16年后4字中推想出来的。南海神尼每隔16年就到中土一次，除了他之外，并无别人有这个奇特习惯。高伯母，我这就到南海去。神尼他家在何处？你千万去不得。神尼所住的大智岛，岂容外人涉足？尤其男子一登岛，便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杨兄弟。 尊夫人既蒙神尼收留，相见有日，
16年弹指即过，又何必急在一时？郭伯母，你这些话是真是假？你再看看石壁上的字，若不是龙姑娘所写，我的话自然未必是真的。字迹没错，龙儿在写我的杨字的时候，总是少写了一画，别人是无法假冒的。那就好了，我只觉此事太过凑巧，我还以为是朱大哥暗中写下来，让你宽心的呢。我焉能有此巧心思？就不知这断肠草是否能解你体内之毒。郭伯母，我就服食这断肠草试试。倘若服用后仍无法解除体内之毒，16年后，请郭伯母告知我那苦命的妻子。这钱花之毒既然与心印相通，那这断肠草解毒之时，想必也会攻心。我已点了你4个穴道，护住心脉，你先服一颗试试。我会等你。杨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了？杨大哥，杨大哥。真的是你，杨大哥，龙儿，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醒了，杨大哥，你觉得好点了吗？我的胸口已舒畅多了，我看毒质已消去了一半。阿弥陀佛，恭喜杨施主，断肠草果然见效。杨大哥，你没事了吧？多亏天竺神僧找到断肠草，他人虽死，却恩惠于人。
娘，杨大哥身上的毒质全都解去了。哪有这么快？不过已确定断肠草有效，只要每天服食1颗，毒性就能逐步减轻。可是，要如何得知他身上毒性已全除尽？如果他体内已经无毒，可又继续吃断肠草，岂不肚肠都断了？这个我自己会知道。如果毒质未除尽，一旦我心中情欲再生，胸口就会再剧痛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杨大哥再想杨大嫂，胸口不再疼痛，青花毒就是全除了。杨大哥自然是想念杨大嫂，难道会想念你吗？福儿，休得无礼！娘，16年后杨大嫂就会回来，他就别痴心妄想了。你还胡说！都是你，害得杨大哥和杨大嫂要分开16年。你自己想想吧，你害得杨大哥还不够吗？我说错了吗？福儿，不许无礼！你再胡说，就送你回桃花岛，不准你去襄阳了。这件事可说是阴差阳错，郭姑娘也不是有意害人。无双姑娘，今后就别再重提这件事了。哼！杨施主，这断肠草虽然可解毒，但为求万全，不宜连续服食，必须等7日之后再服食1次。切记，所服药草分量也需酌量减少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，莫非你要走了？老衲来中原已有一段时日，我打算明日一早就回返大理。是啊，我离开襄阳也已多日，不知如今军情如何，心里很是牵挂。只是过儿身内毒质未清。郭伯母，我已无大碍，你回襄阳去吧。师姐，你放心回襄阳吧，我和表妹会留下来照顾杨大哥的。那也好，过儿有师妹和无双姑娘照顾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师，明日一早咱们一道离开绝情谷吧。过儿、无双姑娘、师妹，你们就此留步，咱们暂且告别了。杨施主，你们就不必再送了，后会有期。大师保重。郭夫人，我与师父一道走，先把师叔的骨灰送回天主。朱大哥一路小心。告诉你。郭夫人，我们送师父一程，咱们襄阳再见。告辞了，保重。各位，告辞了。请保重。保重。过儿，等你体内毒性全解之后，就回襄阳吧。你郭伯父一定很想念你。不了，我要留在这等候龙儿。杨大哥，你不是要在这里等杨大嫂16年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没别的地方好去。过儿，你多等些10日也好。倘若龙姑娘真的没音讯，你就到襄阳去吧。陆姑娘、小师妹，过儿就有劳你们照顾了。师姐，你言重了。各位，你们路上保重。保重。保重。陈玉无双，咱们别忙着回去，先去秦花坳一趟。去秦花坳干什么？这秦花树乃天下最可恶之物，一旦让它传出了绝情谷，必定会流毒无穷。咱们过去将它毁了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杨大哥如此善心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你和杨大嫂早日相聚。是啊，咱们这就去秦花坳，将所有秦花树毁个干净。咱们分头将秦花树一株一株砍下来。对，一株也不留。小心防备花刺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将残骸都烧成了3天，把红颜看成白颜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，将泪水都凝结到冰点，也开出一朵水仙，
看得见，在我们心里蔓延。不管天与地的曲线，没有翅膀，我都会飞到你的身边。我相信，把你的容颜看上1000遍，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，我们终将改变。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再不让这情花为祸世上，我依了你的吩咐，服了断肠草。我身上中的剧毒，很快就可以解除了。可是，你到底身在何处？天各一方，要拿什么来交换？瞧瞧看，情有多深，心若是坚强，千山万水也在身旁。情若真，不怕有遗憾，不怕难，将你在我心好好收藏。一生太短暂，情分两端，世间情奈何茫然，欲断难断。一生太短暂，怎堪情分散，剑影般迷乱，为一把水情话，其实都太短。